我又一次被法国人的自我陶醉精神折服了。嗨，大家好，我是你们的 Gossip Aunt。刚过去的这个巴黎艺博会周，在各种大大小小的艺博会逛到了腿软。今年的巴黎 Plus 巴塞尔艺博会一如既往的在巴黎大皇宫临时建筑中举行。下着雨的巴黎依旧没有给普通参观者准备衣帽储存室，衣帽间仍然是 VIP 的特权。一张门票40欧的巴塞尔艺博会，主办方是真的缺钱呢，还是压根儿就不在乎普通参观者的基本服务呢？咱也不去跟他生这个嫌弃。今年法国的床虫遍地开花还没解决，中东烟火又起，尤其是在艺术界低了成群的犹太人也卷入战争的情况下，巴黎的巴塞尔艺博会在这场秋雨的助攻下显得有些凄凉。那啥首日的 VIP 战报啊，都是自我安慰，毕竟逢场作戏谁不会啊？开展前就商量好出售的作品挂出来说首日 VIP 售出，这是拿群众们当傻子吗？今年巴黎巴塞尔艺博会的展期缩短了1天，这点也看出来主办方对自己销售业绩和人流量都没抱太大希望。减少1天开放日并不会影响销售，反正好卖的作品早就提前订好了。相对于去年的人山人海，抬起脚就会踩到别人的情况，今年虽然也有不少观众，但是又少了很多来看热闹的人。今年的画廊为了能卖作品，少了一些新鲜的创意，多了一些能卖钱的硬通货。虽然也不是都能卖得掉哈，好歹把成本赚回来不赔钱。总之一句话总结就是，具象艺术又一次卷土重来。NFT 类的艺术在今年销声匿迹，法国人依旧自我陶醉在巴黎成为欧洲最大的艺术市场氛围中。有位知名的巴黎画廊主在媒体中说，从画廊交易方面来看，巴黎成为仅次于纽约的第2大画廊艺术交易中心。我又一次被法国人的自我陶醉精神折服了。我就想问大姐啊，画廊交易的数据也不公开，反正您说巴黎第2，那咱就信了呗。不过法国画廊售卖的艺术品只有 5.5% 的增值税，这一点确实比较是有优势的。这次巴黎巴塞尔艺博会极为高频出现和值得关注的艺术家，我会在下一期跟大家列出清单。下面我来吐槽一个在艺博会期间一场巴塞尔艺博会举办的藏家分享会。分享者是一个法国藏家，一个法国机构的艺术顾问，外加这个艺术顾问的老板。3个人用 Franglish 展开了一场令人头大的分享会，外加他们的 AI 实时英法翻译器，让我听了迷糊，看屏幕翻译更加迷糊。其实也不怪 AI 翻译的不好，这3个人中2个人的 Franglish 估计 AI 也不明白他们在说啥吧。总之就是欢迎来法国。在最后由 Art Basel 主办方用英语总结了一下40多分钟的分享内容后，我才发现他们的收藏分享会竟然像白开水一样无味，甚至思路落后。一些经典白开水的收藏建议如下：第一，藏家应该做一些自己的研究，先建立一个自己的收藏思路。第二，不要盲目的购买作品。但是他们的其他收藏建议十分的没有逻辑。一方面建议收藏者不要跟随潮流去收藏，要听从自己的内心喜好；另一方面又说收藏者要信任值得信任的画廊主和艺术顾问。我真的对法国人的逻辑思维有些质疑哈，难道收藏者信任的画廊主或者艺术顾问就不会跟随潮流而推荐作品？换句人话说，就是值得信任的画廊主和艺术顾问不会推荐藏家购买能够快速升值的作品，而是会从艺术价值的角度给藏家推荐作品。再说啦，如今的艺术价值在资本的运作下早就变得不是那个味儿了。是谁来定义艺术价值呢？欢迎小伙伴们把答案打在弹幕里。他们还说，作为藏家本质上是去支持好的艺术家能够持续创作，而不是一味的考虑作品以后能卖多少钱变现。这是真的把金主爸爸们当慈善家了吗？从我这些年在各种经历中得到的一个结论，在这个一切都飞速变化的年代，大部分的金主爸爸今天拔一根汗毛，明年想收获2根毛。跟他纯粹讲支持艺术家的创作，不要想回报，大部分情况下他会直接不买了。这些分享者是没去逛过画廊吗？现在有哪个画廊的销售会纯粹跟你讲艺术家的创作思路多么好，反而大家都会把艺术家潜在的发展价值讲出来，明确的告诉你这个艺术家是潜力股，值得买。而这3位分享者却在胡扯艺术收藏不要考虑以后的价值变现。最后一点更加离谱的是啊，人家直接建议藏家们不要看社交媒体，要多跟画廊们聊。我想问画廊主们是给了他们多少广告费啊？很多画廊专门割不差钱并且没时间查资料的藏家们，打着友情牌开几瓶香槟，韭菜就割完了。在2023年底，一个巴塞尔艺博会组织的藏家分享会竟然能给出如此离谱的建议，完全对不起我花时间去听他们讲 Franglish。
当然，换个角度思考，作为行业内人士，人家凭啥把有用的建议分享给别人？艺术这么一个僧多粥少的行业，分享给其他人的只能是他们玩剩下的骨头。有用的意见永远都掌握在少数人的手里，自己赚钱自己偷着乐呢。所以我建议这类分享会啊，大家也少去浪费时间吧，还不如多看看我的干货内容，至少我说的实话比这群开分享会的人多得多了。如果有小伙伴们想了解巴黎巴塞尔艺博会的前世今生、富家千金上位历史，请翻我去年这篇首届巴黎巴塞尔艺博会的视频。好了，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啦，下期会有更加干货的、值得关注的艺术家分享内容。我是 Gossip Art， 关注我，带你探索艺术世界的绯闻，少在艺术界被割韭菜，爱你们哟。